嗨，这里是 D-Min Studio。那我们今年去参加韩国国际手语口琴节的时候，这个 Tombow 的 Mano 桑他就拿了一把他们今年11月发表的新款八音阶 1248UX 的测试样琴交给我测试。那希望我给他一些心得回馈，那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再继续改进的地方，可以跟他一起来分享。那在回到饭店的途中，我也把这把琴交到几位演奏家手上去测试。那我觉得大家的回馈都还是蛮正面的。好，那这把琴它是根据之前我们有开箱过的这个 Unique Chromatic 系列的这把八音阶口琴在做更好的改善。好，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这一把旧的口琴它有一些问题，例如说它的簧片方向相反，它导致它的吹起来的这种感觉是比较迟钝的，以及它整个琴的气密度不是很好，所以它有点漏气，然后吹起来的音量有点小声，然后这个音量上的张力也比较不足。好，那今年拿到的这把琴，我觉得它做了蛮多的改善，我蛮惊讶的。就从去年9月我拍完影片到今年1年的时间，它其实做了蛮多的改善。好，那我们这支影片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阵子我所使用的心得。好，那你也可以评估看看，这把琴是不是适合你。外观的部分呢，这把琴它的盖板是使用冲压式的盖板。好，那你这样大概看一下，你应该会发现它的盖板是一个比较旧的设计，但它上面有非常精致的雕花，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部分。琴身它使用白色的塑胶。那塑胶对于多数的新手来讲，或多数的琴友都是一个比较友善的设计，因为它相对的好保养。但塑胶在制成的过程中，在偏中高音的部分，它会留一些间隙，那个间隙会造成你在吹高音区的时候不够好吹，所以当然你可以手动填补一些东西，让它变得是平整的，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做的。好，那底部有他们 Tombow 非常经典的 logo。好，那对我来说改动最大的就是它的吹嘴部分，从原本的直列式的吹嘴改成交错式的吹嘴。好，那交错式的吹嘴它的孔比较大，所以它可以理论上可以吹奏比较大的音量，可以进比较多的气。好，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吹起来比较舒服，因为直列式的我用不是很习惯，然后我觉得它的按键有点短，但交错式的这把琴，我觉得按起来就非常的舒服，跟我多数的16孔八音阶是一样的。好，然后再来是它的这个簧片的方向有改，所以它现在整个吹起来会比较接近这个市售的多数的八音阶口琴。好，接下来我们谈一下音色的部分。这把琴我一吹，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它很像我们小时候吹的Tombow 的3121系列的这个复音口琴，所以它的音色表现是一个比较温暖的感觉。好，那现在其实多数的12孔八音阶是比较偏亮的特性。好，那这一把八音阶它是一个温暖的声音特质，所以我觉得它蛮适合诠释这种抒情的曲风。好，就是你倒一杯酒，哇，你可以很轻松的享受这把琴的音色。所以一吹到的时候，我会让我回想到我小时候在吹Tombow 的复音口琴的那种时光。好，那再来是我们谈到这个吹嘴的部分。刚刚他说把它改成的这个交错式，好，那也从3键组改成2键。好，那在够平整的状况下，其实2键组的漏气是会小于这种3键组之前的旧设计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改得还蛮不错的，以及它吹嘴的弧度，我觉得蛮贴合我的嘴唇，就是你一吹下去的时候，你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我觉得很棒。这样你在吹奏一些快速音阶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比较不容易漏气，或者是吹到一些杂音。好，那这把琴它的体积很小，所以跟这个 Hohner 的270系列是类似的，所以一个正常成年人的手在不握持麦克风的状况下，我会选择握在左侧，这样我觉得会有比较好的稳定性。当然如果你握着麦克风，你可能会握在琴的下半部，就是底部的地方，但不拿麦克风，我多数时候会很直觉的握在左侧，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很稳固的夹住这个琴，我觉得蛮好的。那这个按键在按起来的时候，也蛮顺畅的。
好，那当然这把琴它有蛮多的改善但它还是有一些缺点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谈一下。好，第一个就是它的胶片它是比较软的胶片，就是如果你有看过 Honor 或 Suzuki 的胶片，交互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Tombow的胶片材质是比较软的。那它在吹奏一些快速音阶的时候，它会来不及盖回去，瞬间快速交替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有杂音产生。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注意的。好，那再来是它在粘贴胶片以及到这个簧板上的时候，它中间是用一层胶带。好，那我们所知的这个胶带，它会有一点点的厚度，所以它的胶片没有办法非常服帖的贴在簧板上，就会造成会有一点点的这种漏气的感觉。但我知道有一些人他其实是比较喜欢一点点漏气的感觉，因为它会有一个沙沙的音色，会有一种人味的感觉。其实包含我自己也是，我其实会有时候在某一些特性的琴上，我会想要它有一点点漏气的这种声音。好，但因为我想要把这把琴做一个比较大的改动，所以我就把它原厂的胶片全部撕掉，我贴上了这个 Suzuki 的原厂胶片，就更贴合。所以你会发现，当你换了胶片之后，你的气密度会有比较大的提升。好，那再来是这把塑胶琴身我有做2次的打磨，就我想要让它跟簧板跟吹嘴的结合是更顺的，更平整的。所以我打磨过后，我发现这个气密度又比一开始再好一点。所以你在做各种改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会提升一点点，那些也会提升一点点。那整体来说就会让你的琴到达另外一个样子。好，那这把琴其实我从8月多，然后用到现在那我就带去上课啊，或者是线上课示范吹给学生听。好，那整体来说目前这把琴它的定位是给一个入门的初学者可能6-7千块、5-6千块台币不确定。好，那我觉得以这个价位来说，买到这样音色的口琴，我觉得是很 OK 的。就是它比之前的琴好吹很多，然后我觉得它有做出它自己的特色音色的这种辨识性。那在演奏上来说，我觉得是 OK 的。好，那如果要更好的话，大家有一些动手能力你可以稍微改造它一下，例如说就跟我一样换掉胶片然后琴身打磨，你会获得一个气密度更好的口琴，然后也保有这个 Tombow 的簧片特性，这种温润很舒服的这种音色。我觉得如果拿上台或拿来录音，我觉得对我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好，那最后我们就来放一小段的片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把琴的独特音色。